白若晨的洞察能力很强，因为一开始就有所怀疑的原因，所以他一直注视着袁清的神态变化。而在他的严密观察之下，尽管袁清伪装得很好，但还是被白若晨发现了一些破绽，那就是袁清的反应不对，他在隐瞒真相。若晨妹妹，恭喜你拿到了将旗。可就在这时，突然一道传音映入白若晨的耳帘之中，听着这个声音，白若晨不由一喜，因为这个声音正是楚风的。顺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观望，白若晨果然在那窜动的人群之外寻得了楚风的身影。他娇躯一动，白裙飘动之间，宛如仙子一般落到了楚风的身旁，美眸一转，满脸不解，甚至以一种质问的语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搞的鬼？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跟我来吧，给你看样东西。楚风无奈一笑，随后便施展出身法武技，绕过座座巨石，向远处遁去。见状，白若晨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因眼下众人的视线都被袁清所牢牢吸引，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二人动作。楚风与白若晨避开人来人往，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楚风先是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随后才将手摸向自己的乾坤袋。而在那光芒闪烁之间，一杆体表金光四射，旗面刻着帅字的大旗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那旗非常的霸气，甚至比楚风还高上几倍，但是握在楚风简直就是完美搭配，犹如这杆大旗就是为楚风所做一般。这是帅旗，尽管早就猜到此事可能与楚风有关，但是当看到楚风手中的帅旗之后，白若晨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惊讶之心，一双美眸宛如星河绽放，闪烁不定。帅旗，这可是夺帅的最终目的。哪怕他早有预料，觉得楚风是最可能夺得帅旗的人，但当一切真的发生后，他的心中还是不免有些变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你故意将这份荣耀让给那袁清的？我若没有猜错，你之前并没有简单的教训袁清那么简单，你扛着的那个东西里面装的就是袁清吧？惊讶过后，白若晨凌厉地问道：真聪明，你猜的全对。楚风耸了耸肩，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那你这是为了什么？你目的何在？这么多人都在争抢这份荣耀，他自然是有着不菲的好处，你怎么能将这份荣耀拱手让人呢？何况还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白若晨一脸的不解，甚至有些怨念。他对那袁清印象很差，并不希望这份荣耀被袁清所占。帅旗在我手里，所有的好处就都在我手中，怎么能说是拱手让人呢？不过你既然问了，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楚风看着白若晨，笑眯眯的道：其实我与这袁清早有积怨，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想将这份积怨在青木山内算清。我今日的所作所为，只是在为日后算账之时做一个铺垫罢了。铺垫？白若晨眼眸仍在闪烁，显然还是有些迷糊，不明白楚风的用意。我想杀他，其实很简单，但我并不想让他死得那么痛快。说的简单一点，我是准备让他身败名裂，受尽唾弃，哪怕最器重他的人，日后也是他为眼中钉，让他体会真正的痛苦。楚风很是随意地说出了这句话，但在其眼中却闪过一抹阴狠之色。话到此处，白若晨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但是他那冷若冰霜的小脸之上却涌现出一抹复杂的情绪，问道：你们这是多大的仇怨，能够让你这样用尽手段，将他逼入万劫不复之路？若晨妹妹，这你就想多了，使用手段并不代表要有多大的仇怨，只是与我为敌者，我都不会让他们好过，这是行事风格，与仇怨深浅无关。走吧，该拿到的已经拿到了，没必要在此处逗留，回去与前辈们告个别吧。楚风说话之间收起了帅旗，并且解开了隐藏结界，向来时的方向行去，这是准备离开石林了。看着楚风渐行渐远的背影，白若晨则是柳眉微皱，面色凝重，一双美眸闪烁不定。良久之后，才轻声叹道：还好，我与这个家伙早已化敌为友，否则……他此话一出，脸上的所有情绪全部得以解释，原来那是忌惮，一种对楚风的忌惮，发自内心的忌惮。不过这份忌惮眼下却并不浓郁，因为他觉得楚风是一个敌友关系分辨明确的人。若是说他庆幸不是楚风敌人的话，那么他更加庆幸他是楚风的朋友。总之不管如何，他对楚风已是再度刮目相看。这个不过比自己大上一点的青年，真的是让极为自负的他感到自愧不如，可以说是同辈之中，目前为止他觉得他所见过最优秀的人。在此之后，白若晨也是追上楚风，二人一同离开了这座石林之内。当二人走出石林的那一刻，顿时响起一阵欢呼，那不仅仅是来自羽化宗的欢呼，还有其他势力的欢呼，甚至青木山的长老也是为之鼓起掌来，这是一种认可。作为第一名拿到将旗的人，白若晨这位在此之前完全不被人知的天才，如今已经得到了认可，甚至很多人觉得白若晨是能与王岩、江浩、黄娟，甚至袁清一较高下的人。有他这位天才在，羽化宗就并非五座一等附属势力垫底的存在。此时此刻，白若晨被羽化宗的长老与弟子们如众星捧月一般围拢了起来，而楚风却被众人所忽略，不仅显得孤零零，仔细一看还有些可怜。唯有司空摘星一人前来迎接他。楚风啊，马上就要进入青木山了，我已经通知过我青木南陵，在青木山的长老们，他们会全力维护你。不过说句泄气的话，有些事能忍则忍，切莫太过锋芒毕露。毕竟在青木山内，你真正能够依仗的，并非是我青木南陵的长老，而是羽化宗的长老。但是哪怕是羽化宗的势力，也未必能保你安宁，甚至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是否会全力保你。所以你与白若晨一定要好好相处。这个丫头很不简单，不仅是羽化宗宗主的掌上明珠，更是羽化宗未来的希望。你与她的关系相处的融洽，羽化宗就定然会全力保护你，这也会使得我青木南陵与羽化宗这联盟关系更加牢靠。司空摘星扫视一眼，
那被众人围拢欢呼的白若晨后，以传音的方式对楚风说道：“司空前辈，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泡白若晨吧？”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不正经的坏笑：“你小子要真有这个本事，我自然希望你能与他结为良缘。毕竟白若晨这样优秀的丫头可是不可多得的，配你小子也算可以了。”司空摘星说话之间，眼中竟真的涌现出一抹期待之色，因为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白若晨母亲当日的那句玩笑话。若是可以，他又何尝不希望白若晨母亲的那句话并非玩笑，而是认真的。白若晨的确是个好姑娘，虽然性子冷了点，但我感觉她本性不坏，乃是外冷内热型。不过感情这种事可是不能勉强的，我能感觉到她对我没有那个想法，而我对她目前为止也只如妹妹一般。要说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最多只是朋友，我和她相处融洽绝对没问题，但若要我与她走在一起，我也只能说看缘分了。楚风摇了摇头，话到此处之时，他想起的并非白若晨多优秀，而是那在东方海域等候他的3位丫头紫菱、苏柔、苏美。这3个丫头乃是让楚风为之动心，动之以情，真心所爱之人，那种感情牵肠挂肚，心心相连，无时无刻不在挂牵。但目前为止，除此3人，还没有人能让楚风这般。不过楚风本性潇洒，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若是真的有人能再让他动心，楚风绝对不会遮遮掩掩。爱就是爱了，要去争取；不爱就是不爱，不可强求。只是白若晨目前为止真的没有让楚风心动之处，哪怕是白若晨那宛如冰中莲花，仿若仙子般的美丽容貌，也无法让楚风动心。毕竟说到美貌，东方海域的那3个丫头可皆不输于白若晨，尤其是紫菱，那更是风华绝代，真正的倾国倾城。至今为止，能与紫菱比眉斗艳之人还未出现。当然，楚风体内的女王大人自然除外。说到美艳，淡淡简直堪称完美。但是准确来说，淡淡可并非是人，也就自然不能拿来与紫菱比较。但若真的要比，恐怕就算是紫菱，也是不及女王大人。毕竟紫菱只像清纯可人的仙女，但女王大人可就是既能温柔又可妩媚，集清纯与性感于一身的完美女神。帅气被夺得了，夺得帅气的人是元清，是元清夺得了帅气。而就在这时，突然有几人自石林之中飞掠而出，并且一边飞掠一边高声呼喊起来：“果然是元清吗？”听得此话，人群之中再度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涌现出复杂的情绪。身心观的人是抑制不住的喜悦，3灵的人是极为不甘的失望，还有些人是单纯的为之震撼。竟是身心观的元清。不过相比于他人，听的这个消息后，司空摘星的脸上则是多少涌现出疑惑以及失落。虽然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太现实，但实际上他还是期望着楚风能够夺得帅旗的。而眼下被元清得到了，司空摘星自然有些失落。司空前辈，你查探一下此处。察觉到了司空摘星的变化，楚风将司空摘星的手放在了自己的乾坤袋上，并且特意解除了乾坤袋的封印，让司空摘星能够感应到他乾坤袋内的物品。这是起初对于楚风的举动，司空摘星还有些不解，但是当他感应到楚风乾坤袋的那杆大旗之后，实在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实在是太好了，哈哈，真是太好了，哈哈。这一刻，这位活了几百年的老者简直快要手舞足蹈，大师强者风范。若不是众人都被白若晨还有元清夺得帅旗的消息所吸引，定然会觉得司空摘星是疯了。楚风，莫非又是你搞的鬼？司空摘星毕竟是一宗之主，不仅阅历广，思维也敏捷。当他想起当初元清处发远古仙针实际上是带领楚风的功劳后，再想起今日之事，便不由自主地觉得元清是又被楚风给耍了。司空前辈，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让元清身败名裂，那个时候身心观也自然好不到哪去。青木领域的南方，早晚归我青木南陵掌管。楚风很是自信地说出了这句话，而听得此话，哪怕是司空摘星也是不由为之一愣，因为在楚风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他在楚风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他所不具备的气质，那是王者的气度。尽管只是想想也知道青木南陵击败身心观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不知为何，当楚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却觉得这早晚会成为现实。司空前辈，楚风。突然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定目观望，原来是白若晨走了过来，而跟随白若晨一同前来的还有羽化宗的宗主以及羽化宗的众位长老和弟子。那身心观的元清还真不简单，看来身心观又要借此作威作福了。靠近之时，羽化宗的众位长老都在讨论元清夺帅之事，毕竟他们与身心观乃是敌对关系，并不希望身心观太强，而元清夺得帅旗，这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以身心观的风格，定然会因此而得意忘形。不过越是这样，恐怕距离末路也就越近。司空摘星笑着说道。司空摘星此话一出，羽化宗众人皆是一愣，不太明白司空摘星的意思，唯有知道实情的白若晨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楚风，进入青木山后，与我一同加入羽化部吧。白若晨走上前来，对楚风说道。羽化部，那是什么？听得此话，楚风不解地问道。是这样的，楚风，在核心弟子之中，是允许弟子私自组建势力的。不过不管是怎样的势力，也都是青木山的分部，而羽化部乃是羽化宗在青木山的核心区域所组建的势力。见状，司空摘星解释道。羽化部，真是怀念啊，想当年我在青木山修炼之时，又何尝不是羽化部的成员。不过听说今非昔比，在龙晨义那小子的带领下，羽化部已经成为青木山核心区域10大分部之一了。提及羽化部，羽化宗众位长老都是颇为怀念的感叹起来，他们都曾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
曾在青木山修炼过，而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羽化部的成员。如今虽已是100岁有余的老者，但提起羽化部，也不免会想起自己所经历的青春岁月。不过在他们感叹之余，他们的脸上却都挂着一抹自豪之色。可以看出，尽管那羽化部是羽化宗弟子掌控的地方，但他们这些长老却都以羽化部为豪。分部吗？这倒是与我青龙宗的同盟有些相像。听得此处，楚风不由得想起了刚刚成为青龙宗内门弟子的时候，只不过青龙宗与这青木山就如同飓风与尘埃一般，不可相提并论。虽说如今楚风仍以弟子的身份拜入这青木山，但他心中却知道自己在修武一途的道路上已经跨越了多少。楚风，加入羽化部吧。虽说进入青木山后会有长老庇护你，但长老毕竟不能一直跟着你。若是日后离开了青木山去执行任务，难免会被仇家盯上。但假如你加入了羽化部，就可以与羽化部的成员一同执行任务，那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很多危险的发生。因为羽化宗弟子在青木山建立的羽化部也的确很是厉害，并且他们只收羽化宗的人，其他势力的想要加入都没有机会。如今乃是羽化宗宗主特意打过招呼，所以羽化部才同意你加入的，莫要错失这个大好的机会啊！见楚风迟迟不语，司空摘星还以为楚风不愿意加入羽化部，赶忙暗中传音劝解：“我愿意加入羽化部。”楚风点了点头，实际上他在内心并不排斥羽化部，毕竟他当初加入青木南陵，为的就是寻找一些依仗，能够让他在青木山内少一些阻碍。如今不但青木南陵庇护他，还有羽化宗这个庞然大物，楚风自然是乐意的。好，有楚风小友加入羽化部，这也是我羽化宗的福气。见楚风点头，羽化宗宗主以及羽化宗的众位当家长老皆是颇为欣喜的点了点头，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毕竟他们都知道楚风很不简单，楚风加入羽化部对羽化部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那好，进入青木山后我再去找你。见楚风同意，白若晨那宛若冰霜的脸上也是难得的洋溢起一抹浅浅的笑意。在此之后，羽化宗宗主亲自联系自己在青木山内的亲信，将楚风等人率先送入了青木山的核心地带。青木山的核心地带很大，几乎每个核心弟子都有自己的领地，但是这些领地却又大多相互挨着，唯有身份特殊的核心弟子才能独霸一座山脉或是一座浩瀚的区域，与世隔绝。在长老的带领下，楚风终于入住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这是一座不是很豪华，面积也不是很大，但却绝对不寒酸的领地。其中宫殿也是有着10几座，只是面积都不是很大，但却很实用，很精致，并且除了宫殿之外，还有后花园、假山、喷泉、小型广场，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与楚风一同搬入这座领地的，也不止楚风一个，还有青木南陵以及羽化宗为他准备的奴婢们。实际上，每一个核心弟子都允许带一部分奴婢进来伺候他们，毕竟他们无论是身份地位，都是不简单的存在。不过，楚风与白若晨所享受的待遇却有些不同。先不说司空摘星之前为楚风精心挑选的优质婢女，就连羽化宗宗主为楚风准备的婢女也是非常优质，至少比羽化宗寻常弟子的婢女要优质的多。由此可见，羽化宗宗主真的很喜欢楚风。进入自己的领地后，楚风最先做的就是换上青木山核心弟子的服饰。这青木山核心弟子的服饰乃是深绿色，不仅大气漂亮，更非凡物，乃是特殊材质打造而成，有着护身的作用。楚风已然将这弟子服饰换好，并且将核心弟子的令牌挂在了腰间，对着镜子一照，还真是不错，至少看上去也算是英武不凡，风度翩翩。不过仔细看了一下自己，在对比之前看到的其他核心弟子，楚风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对了，缺了一顶帽子。楚风恍然一笑，将目光投向了身后。原来这弟子服饰非常的全合，除了靴子服饰之外，还有一顶很是漂亮的帽子。楚风把手张开，一股吸力便自手中传来，直接将那个绿色的帽子吸入了手中。你不会真的要戴这顶帽子吧？见楚风真的准备将那个帽子扣在自己的脑袋上，蛋蛋终于忍不住大喊了一声，并且脸上的神色很少古怪。怎么了，我的女王大人？莫非这帽子有何不妥吗？楚风一边摆弄手中的帽子，一边笑眯眯地问道。其实这顶帽子倒是没什么不妥，只是你若真的戴上这顶帽子，恐怕我会忍不住去笑你。见楚风似乎不懂，蛋蛋扑哧一声便开始捧腹大笑起来。虽然他长得非常美艳，笑起来更是风情万种，极为动人，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此刻笑的还真是有那么一点贱。为何要笑我？见蛋蛋这个反应，楚风更是一头雾水，但已经下意识地意识到了不妙。难道你没听过绿帽子的故事吗？蛋蛋强忍笑意，笑眯眯地问道。绿帽子的故事没听过呀。楚风摇了摇头，当真是完全不了解，真是孤陋寡闻啊。这个故事好歹也是从你们这里传到我们修罗灵界的。蛋蛋说道。我从未听过，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与我这顶帽子又有何关系？楚风问道。罢了罢了，谁让你是本女王的主人呢？本女王自然不能让你吃这么个哑巴亏，被他人所耻笑，就索性告诉了你吧。相传在你们这里有一个叫做张三的商人，这个张三很聪明，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但是奈何娶了一个不守妇道的老婆。他这个老婆因为张三常年在外，他又空虚难耐，便与邻居李四勾结起来，做起了违背道德的不伦之事。可是李四不知道张三什么时候出门做生意，不确定什么时候去找张三的老婆合适，总是害怕自己与张三老婆的奸情被张三发现，为此甚是苦恼。最终还是张三的老婆想出了一个点子，她用一款上好的布料亲手为张三缝制了一个漂亮的绿色帽子，并且每次张三出门做生意都要求张三戴上这顶帽子。
而不是做生意的时候就不允许戴。起初，对于老婆这个奇怪的要求，张三还感到不解，但是因为老婆做的用心，再加上张三也真的很喜欢这顶绿帽子，所以便听了老婆的话，每次出门做生意都会戴上这顶绿帽子。而张三却不知道，这顶帽子成为了自己老婆与李四通奸的信号。自此之后，凡是张三戴着这顶绿帽子出门，李四便知道张三是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到了晚上便会翻墙跳入张三家中，与张三的老婆翻云覆雨，做着苟且之事。而绿帽子也就此由来，只要是谁的老婆做了对不起谁的事，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形容为被戴了绿帽子。从此之后，凡是听过这个故事的男人都绝对不会戴绿帽子，哪怕自己的老婆不会背叛自己，但也感觉不吉利。淡淡笑嘻嘻地讲述着，并且讲述的活灵活现，完美的还原了故事的真实经过。听完淡淡的这个故事后，楚风的脸都绿了，越看自己手中这顶绿帽子越感觉别扭。虽然他坚信自己的爱人绝对不会做背叛自己的事，但是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由自主地对绿帽子有了抵触心理。于是乎，楚风终于大袖一甩，只听啪的一声，将手中的帽子摔在了地上，还很是不悦地咒骂道：妈的，谁设计的这顶帽子？难道他没听过绿帽子的故事吗？还是说他就是戴绿帽子的那个张三，故意做出这么个东西来坑人啊？楚风的所作所为可谓是透着十足的怨气，因为楚风越想绿帽子的故事，越感觉这绿帽子膈应人。但是楚风越是如此，蛋蛋就笑得越是开心。只要想到楚风是差点戴了绿帽子的人，蛋蛋差点没笑得背过气去。主人，外面有人找您。可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呼唤，那是服侍楚风婢女的声音。谁找我？楚风打开房门，果然看到两个面容俊俏的少女正弯腰低头，非常规矩地站在自己的门外。她们也都是修武者，但是修为却并不高，至少比之楚风这些核心弟子，他们的修为太弱了，只是刚刚踏入玄武境而已。但是之所以选择他们来照顾楚风，那也是有着一定原因的。别看他们的修为没有多高，但伺候人、照顾人的功夫却是一流，再加上形象不错，所以的却算是优质的仆人，是您在青木南陵的师兄弟。奴婢已经将他们请到客厅等候了。婢女回道，温柔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敬畏之意，甚至含有些许惧怕的味道。麻烦你们了。楚风说完话便向客厅行去，不过突然之间，楚风又过头来对那两名婢女说道：对了，以后不用这么拘谨，见到我也不必行礼，大老远的来到这里，大家都不容易，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行。记住这里的都是家人，家人需要这么拘束吗？不过要是有除了我之外的人敢欺负你们，一定记得告诉我，我是不会容许任何人欺负我的家人。说完这句话，楚风才迈步离开，而这两名奴婢一直保持着施礼的动作，不敢抬头，直到觉得楚风离去后，才缓缓抬起头来。他们先是看着楚风消失的地方，随后彼此互看一眼，稚嫩的脸上皆是扬起一抹甜美的笑容，笑道：看来我们的这位主人与众不同，很是善良。是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居然说我们是家人，能服侍这样的主人，我们真幸运。与此同时，楚风已是来到客厅，这才知道来找他的乃是青木南陵的王威、孔连峰，以及之前挑衅过楚风，但如今却对楚风又敬又怕的赵根硕。三位师姐师兄，你们这衣服换得很快吗？对于他们三位的到来，楚风并不感到意外。为了相互照顾，他们曾特意委托长老将青木南陵的20几位师兄弟安排在一起。虽然他们都有着各自的领地，但却是绝对的邻居。如此快速的来到此处，倒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看着他们三人身上那通体碧绿的弟子服饰，楚风却是嘴角一抖，有一种想笑的冲动。尤其是看到孔连峰以及赵根硕头上的绿帽子，他更是感觉笑意难忍，怎么看怎么滑稽。对于楚风的话，赵根硕与孔连峰只是嘿嘿陪笑，一副有话不敢说的模样，一个劲的冲着王威使眼色。毕竟论关系，王威与楚风算是比较近的。王威师姐，你们是有事吗？见状，楚风主动问道。楚风师弟，其实我们这次来真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又要麻烦你了。不过这件事你若是为难，完全可以当做我没有说过。提及此事，王威也是一脸的为难，似是难以启齿。王威师姐，咱们本是同门，理当相互照顾，你既有事但说无妨，只要师弟能办到的，绝不推辞。楚风说道。听得楚风的话后，王威松了一口气，不再犹豫，开口说道：听说楚风师弟要加入那些有羽化宗弟子在青木山建立的羽化部，我们希望楚风师弟和那个白若尘师妹说一声，能不能也让我们一同加入羽化部？楚风师弟，拜托你了，我们青木南陵的弟子如今在青木山内非常不受待见，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分部罩着，单靠长老是无法避免被人欺负的。楚风师弟，我们知道这很为难，但还请你试一试，求求你了。与此同时，孔连峰与赵根硕一同说道：莫说我青木南陵的弟子在这核心地带过得很惨吗？楚风问道。惨，非常的惨。三人一同点头道：不会吧，毕竟我青木南陵乃是青木山正统的附属势力，而我青木南陵也有很多长老在青木山的核心地带，至于这么受欺负吗？楚风有些半信半疑。楚风师弟，这你就是有所不知了，之前倒还好，但是近几年东西北三陵所创建的三陵部势力日渐壮大，已经成为青木山核心地带最强的10大分部之一，而一直对我青木南陵仇视的他们便开始打压我们南陵的弟子。虽然还不至于让我们混不下去，但比之其他弟子，我青木南陵的弟子的确是很惨。是啊，东西北三陵弟子组建的三陵部如今在核心地带势力很大，其他分部的人为了向他们示好，也都喜欢打压我青木南陵里的弟子。如今我青木南陵的弟子
简直是过街老鼠一般，真的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核心地带过得很累。不过羽化部同为10大分部之一，虽然只是排名第10，但与排名第9的三菱部实力其实相差不是太多，尤其是有龙晨毅坐镇，三菱部对羽化部也是有些忌惮的。所以只要我们加入了羽化部，相信三菱部的人也不敢太过欺负我们。王威三人一同讲述道：“我这盘费周折的加入青木南陵，原来险些就掉入火坑了呀。”而听得王威三人的讲述之后，楚风忍不住长舒了一口气。想当初他加入青木南陵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进入青木山后有所依仗吗？这搞了半天，青木南陵的弟子在这青木山内是最不受待见的，尤其是那三菱竟然联合打压青木南陵的弟子。若不是如今青木南陵与羽化宗联盟了，那他进入青木山后不就等于在青木南陵之上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受其牵连被人打压？不过毕竟今非昔比，在楚风的努力下，如今的青木南陵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木南陵，至少有了羽化宗这位盟友，再加上楚风向来对外不对内，不管之前与赵根硕他们有着多少不愉快，现在毕竟在同一艘船上，所以楚风点头道：“我可以向白师妹提及此事，不过能不能成，我也不能保证。”太好了，多谢楚风师弟，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楚风师弟，有你在，我们真是太幸运了，你真是我等的依仗啊！见楚风阴郁，王威三人兴奋不已。虽说就算无法加入羽化部，也未必真的在青木南陵混不下去，但假如加入羽化部，那就等于有了一个巨大的庇护伞，在此修炼之路也将高人一等，顺畅不少。在此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如今因为楚风，他们竟然有了加入羽化部的机会，自然是激动的不得了。对了，你们说，三菱弟子创建的三菱部，以及羽化宗弟子创建的羽化部，在这核心地带的分部之中，也只是排第9和第10。那么其他8座分部呢？是什么人创建的？竟然比羽化宗和三菱弟子的分部还要厉害？突然，楚风好奇地问道。毕竟，其他三菱还有羽化宗，乃是5座一等附属势力，他们的实力非常之强，几乎每年都会向青木山输送最顶尖的天才，理应是核心地带最强的存在才是。但是现在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至少除了他们之外，还有8座强大的分部，并且排名都在他们之上。楚风师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三菱和羽化宗自然是厉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他们也并非是真正的霸主，说到底也只是附属势力而已。青木山这样的庞然大物，每年都有几千万拜入其中，而除了主动拜入青木山的弟子外，青木山的长老们也会四处游历，寻找优秀的小辈收入青木山。这些人从小便在青木山内得到最优质的培养，乃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所以说，在青木山的核心地带，如三菱还有羽化宗参星关这些一等附属势力的弟子，虽有一席之地，但却非最强的存在。核心地带最强的存在，皆是由青木山培养出来的弟子，那些家伙非常的厉害，可以说历代接任掌教大位、当家长老大位的也都是他们，而他们所创造的分部自然也是强的可怕。若不是三菱联手，羽化宗近年出来了一个叫做龙晨毅的天才，恐怕三菱部和羽化部连10大分部的后2位都排不上呢。是啊，实际上哪怕是羽化宗、参星关还有三菱的弟子，很多也并没有加入他们同门前辈所创建的分部，而是选择加入了那些更为强大的分部。王威三人讲述道：“原来是这样，看来我倒是高看一等附属势力了。”听到此处，楚风已经明白了一切，而这一刻，他也深深的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卧虎藏龙。这青木山的核心地带，绝对是一处真正的卧虎藏龙之地。主人，羽化宗大师姐白若晨前来拜访。突然，一位婢女跑了进来：“若晨妹妹来了，快快有请。”楚风说话之间，已然动身，准备亲自迎接白若晨。见状，王威三人也是赶忙跟了过去。刚刚走出客厅，果然见到白若晨正在行来。她身穿与王威一样的绿色长裙，虽同样一尘不染，但却完全是2种感觉。王威虽美，但仍是凡胎凡骨，可白若晨完全不一样，她就宛如自冰山之巅走下来的一位莲花仙子，美得让男子为之心跳加快，让女子自叹不如。不过此刻的她却是面无表情，绝美的脸上宛如被冰雪覆盖了一般，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遥远的距离感。唯有见到楚风之时，她那美眸之中才涌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柔和。在下王威，在下赵根硕，在下孔连峰，拜见白若晨师姐。见到白若晨，王威三人都不淡定了，毕竟如白若晨这样的大天才，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非常可怕的存在，所以他们3人不敢怠慢，赶忙上前施礼，就如同下属见到了主人一般。明明年龄辈分都比白若晨大，但是想到羽化宗的弟子都叫白若晨大师姐后，他们也不敢称白若晨为师妹，而是叫白若晨师姐。对于他们3个人的问候，白若晨没有任何表情，更没有还礼，只是随意的点了点头，便向楚风径直的走了过去，几乎无视了王威3人。而对于白若晨的反应，楚风似是早有预料，他很清楚白若晨的为人，也就因为王威3人是他的师姐师兄，否则以白若晨的个性，莫说是冲他们3个点头了，恐怕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若晨妹妹，你来的也够快的呀！楚风笑眯眯的道。如果说王威3人此刻是拘束无比，那么楚风绝对是无拘无束。羽化部的师兄师姐们，想要看看你，随我去一趟羽化部吧。白若晨说道。没问题，不过若晨妹妹，有一件事恐怕还要麻烦你。楚风说道。什么事？白若晨问道。能不能把我的师兄师弟们一同带入羽化部？楚风如实说道。听得此话，白若晨不由柳眉微皱，但却没有说话，而是扫了王威3人一眼后，才对楚风问道：
是他们3个吗？不止他们3个，我青木南陵此次加入青木山的所有人，算上我总共22人。楚风说道。楚风，你开什么玩笑？当我羽化部是什么地方了？听得此话，白若晨的小脸顿时就变了，语气也是变得激动起来。怎么了？有何不妥吗？楚风问道。当然不妥，羽化部只收羽化宗弟子，外人从来不收。羽化部收你，已是破例之举。你居然妄想羽化部将你青木南陵的这些弟子全都收掉，你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白若晨很是不悦地说道。可以看出他非常不想将楚风之外的南陵弟子带入羽化部。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必跟你去了，你走吧。这一刻，楚风的反应很是平静，冲着白若晨挥了挥手，便转过身来，准备向客厅行去。你给我站住！见状，白若晨赶忙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了楚风，问道：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要进羽化部，我南陵的22位师兄弟一起进，要么我楚风自己也不进。楚风说道。楚风，你再说一遍。这一刻，白若晨小脸煞白，可见他真的是有些动怒了。楚风师弟，不要这样，不要！因为我们见状，王维等人也是急了，赶忙开口劝阻，不想因为自己而伤了楚风与白若晨的感情，更不想因为自己而耽误了楚风的前程。你们不要劝我。可不曾想，楚风却是突然暴喝一声，随后以极为凝重的目光看着白若晨，一字一句的说道：听好了，你们的羽化部我不去了。楚风，你这是当真？白若晨柳眉倒竖，很是愤怒的问道。当真？楚风面不改色，坚决的说道。其实楚风也想加入羽化部，但是当王威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自己又答应后，他却无法孤身一人加入羽化部，因为他如今背负的东西已经不同了。当初拜入青木南陵之前，他对青木南陵没有任何感情，完全是想利用青木南陵而已，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司空摘星对楚风不错，甚至将楚风视为青木南陵的希望。楚风不忍辜负青木南陵，甚至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青木南陵的弟子，这是本性。楚风永远也无法做到自私自利，所以哪怕明知道加入羽化部对于他来说会更加顺风顺水，但是他却不能这么选择。而面对楚风这样的反应，白若晨也当真是被气得不轻，不过却又很快闭上双眼，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说道：罢了，什么事都有商量的余地，你跟我走吧，不过他们要留在这里。说完这句话，白若晨便率先走了出去。若晨妹妹，你这是同意了？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神色转变，先前凝重的脸上涌现出嬉皮笑脸之色，赶忙跟了上去。虽然与白若晨相交不深，但多多少少楚风还是了解一些白若晨的。白若晨能够这样，那绝对是极大的让步。不管他们加入羽化部的事情能不能成，单纯是白若晨的这份让步，楚风就已很是感动。这件事不是我同意就能定下来的。羽化部虽是我羽化宗的弟子所建，但准确来说，他们现在全部都是青木山的弟子，与羽化宗的关系也只是停留在曾经的宗门感情而已。所以羽化宗没有权利命令羽化部的人，羽化部肯收你已是破例，是给羽化宗宗主面子，但是他们不收你也是天经地义。不过楚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加入羽化部对你来说绝对有好处，但是想让你们这批南陵的弟子全部加入羽化部，希望非常渺茫。你真的要为了那些与你关系不大的南陵弟子而放弃加入羽化部？白若晨很是凝重地问道。若晨妹妹，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在这种问题上，我楚风从不开玩笑。楚风说道。那我明白了。白若晨不再说话，而是快速前行。在白若晨的带路下，楚风二人很快便来到了羽化部。这里其实乃是一位弟子的领地，只不过这片领地可是非常的大，并且建造的很是繁华，而这座领地的名字就叫做羽化部。在羽化部门口前有座巨大的圆形广场，在那广场之上有着不少弟子徘徊，而在羽化部的正门口则有几名弟子笔直地站立在两侧，如同守卫一般，并且在这些弟子的左边臂膀上都有着一个特殊的袖标，上边写着羽化二字，显然他们都是羽化部的人。你在这里等我。来到此处，白若晨率先的走了进去，羽化部的人并没有阻拦于他。不过当白若晨进入羽化部后，那些羽化部的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则是多少有些不善，甚至充斥着浓郁的歧视与看不起。不过对于这种目光，楚风早就见惯不惯，根本不予理会，而是坐在广场的一个石椅上等候白若晨。好在白若晨的速度很快，前后不过半炷香的功夫，白若晨就已经走了出来。只不过他出来后，脸上的寒意不减反增，不但没有叫楚风进去，而是直接冲着挥手说了一句：走。若晨妹妹，你这是什么情况？见状，楚风则是一脸的不解，哪那么多废话，要你走你就走，你不走我走。白若晨冷冷地瞥了楚风一眼，随后便娇躯一纵，如腾飞的天鹅冲向浩瀚的天空。见状，楚风也是不再多问，同样身形一纵，追赶了上去。白师妹，等一等，咱们有话好商量。为了那些南陵的弟子，你真的要放弃加入我羽化部吗？这值得吗？可就在这时，突然阵阵嘈杂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回头观望，楚风也是吓了一跳。好家伙，足足几十人，皆是武王境的高手，正结群成队的追赶而来，一边追赶还一边挥手呼喊。这一刻，楚风总算明白了事情的经过，显然是白若晨提出让楚风他们这些南陵的弟子一同加入羽化部，被拒绝了，所以白若晨索性自己也放弃了加入羽化部。事到如今，楚风已是无话可说，而是暗中对着前方那裙摆舞动，连头也不回的白若晨伸出大拇指说道：若晨妹妹，够义气。这一刻，楚风本想追上白若晨，想她道个歉，顺便夸赞一下这个讲义气的小丫头，毕竟先前楚风对白若晨的态度不是很好，但是白若晨却为了他
放弃加入自家师兄弟所建造的分部。不得不说，楚风真的被白若晨的举动感动了一把。可是谁曾想，就在楚风准备追赶白若晨的时候，白若晨竟突然施展出强大的身法武技，在其裙摆舞动、长发飘飘之际，竟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楚风的视野之内。那种手段，那种速度，恐怕非6品武王都无法追赶得上。眼下，一干羽化部的人正跟在身后盯着自己，再加上楚风还不想这么早就暴露修为，所以楚风便放弃了追赶白若晨的打算，想着等一下亲自到白若晨的府上拜访前面那个小子。可是楚风，然而就在白若晨离开之际，身后的羽化部的人竟然指着楚风大声的质问起来。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停下身来，脚踏虚空，回身观望，很是随意的瞥了一眼这些人，说道：“是我，怎么了？”就在这时，羽化部的几十人已是追赶上楚风，并且将楚风团团围住，一个个凶神恶煞的盯着楚风，就像楚风睡了他们媳妇，完了他们妹妹一般，那种目光恨不得将楚风给活活盯死。而这一刻，楚风也没有闲着，顺便打量了一下这些羽化部的人。这几十人有男有女，年龄大多是20岁以上，30岁以下，只有少数几位是30岁几岁的样子。总体来说，都是同辈中人。至于他们的修为，则是参差不齐。虽然大多数都是武王境，但是最强的也只是2品武王，并且还有一些人是9品武军。而从他们那愤怒的气息，楚风也能看出，他们皆是寻常之流，没有过人的战力，能有今天的修为，应该是苦修而来。由此可见，这羽化部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至少眼下出现在楚风面前的羽化部之人，都是平平无奇的。有事打量了一下羽化部的人后，楚风很是随意的问道，脸上没有一丝惧怕之色，因为这些羽化部的人在楚风眼中如同一群蝼蚁，楚风随随便便就能收拾一片。但是羽化部的人显然还不知道楚风的厉害之处，本就因白若晨不肯加入羽化部而对楚风怨念极深，见楚风如此态度，他们更是愤怒不已。其中一位长相凶悍的2品武王更是直接探出大手，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衣领，将楚风在半空之上给抓了起来，狠狠地说道：“小子，你很刁啊！”楚风向来是好脾气，但是对于如此无礼之人，顿时就来了火气。他目光一闪，顿时寒光乍现，冰冷的语气宛如死神的镰刀：“你想死吗？”楚风此话一出，那位壮汉顿时面色大变，不但赶忙松开抓住楚风的手，更是连忙倒退，脸上布满了惊慌之色，甚至在这一瞬间，他已是满头大汗。那只先前抓着楚风的手臂，竟然开始瑟瑟发抖。对于这壮汉的反应，羽化部的人一个个都是吃惊不已，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却也使得他们的脸色越加的难看，一个个围拢上，大有要对楚风动手的架势。住手！可就在这时，一道暴喝宛如雷霆一般炸响。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这围拢楚风的人群赶忙散开，定目观望在羽化部的方向，有着8男1女正在踏空而来。这9人也皆是羽化部的人，不过比起围着楚风的这些，可就优秀的多了。看他们的年龄，应该都是刚刚30出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既年轻又成熟，可谓是黄金年龄。而他们的修为也皆是不弱，最弱的都是3品武王，而最强的竟是一位5品武王。不过这些还不算最令楚风刮目相看的，最令楚风刮目相看的是他们的气息。这6人的战力超群，拥有着远超常人的实力，虽然远不及楚风与白若晨，但是恐怕也不输于元清，尤其是那位5品武王，战力恐怕还要在元清之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天才之流。不过最主要的是，在这9人的身后还跟着大队人马，人数之多，竟然有着足上千人。这上千人穿着统一的服饰，一同飞掠而来，当真是气势不凡。不得不说，当这些人出现之后，楚风对这羽化部总算是有些刮目相看了。你们这是做什么？都让开！楚风小友乃是客，岂有你们这样待客的？那位5品武王显然是为首之人，他开口训斥之后，围着楚风的人更是纷纷退下，全部都站到了那9人的身后，加入了那1000人大军之中。楚风师弟你好，我名龙尘父，乃是羽化部的3当家，欢迎你加入羽化部。龙尘父面带笑意的走到了楚风的身前，而这一刻，楚风也终于知道了他的身份。关于这个龙尘父，楚风倒是听白若晨说过，乃是羽化部如今的大当家，龙晨义的亲弟弟。不过比之龙晨义，这龙尘父可不是什么好货色。虽然他此刻对楚风是满脸的殷勤笑容，但是来到此处的路上，白若晨就曾特意嘱咐过楚风，羽化部内一定要小心这龙尘父，因为他绝对是一个笑面虎。虽然表面看似随和，但其实内心小肚鸡肠，是个非常记仇的人。当初在羽化宗内，几乎没人敢得罪他。幸会龙师兄，龙师兄既然这么说，那是同意我青木南陵的师兄弟一同加入羽化部了。楚风也是笑眯眯地问道：“楚风师弟，你这就开玩笑了？你加入我羽化部，这乃是我羽化宗掌教亲自提起的事情，我们是不能不办。虽说我们如今乃是青木山的弟子，但毕竟他老人家曾是我们的掌教，这个面子我们总是要给的。但是楚风师弟，你的那些南陵师兄弟们可就不行了。先不说掌教大人没有跟我们说起过，让他们加入我羽化部，再者就算掌教大人说起，我们也不会同意的。毕竟他们的实力太弱，收了他们，恐怕我羽化部的众位成员不服，也会让外人轻看与耻笑。”龙尘父说道：“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谈了。”楚风冷然一笑，便准备转身走人，因为他能够看出这龙尘父尽管面带笑意，但对青木南陵却有着深深的看不起。这样的人竟能当上羽化部的3当家，那么这羽化部不入也罢。站住！可就在楚风准备甩脸走人之际，身后却突然传来龙尘父的一声暴喝。与此同时，楚风更是能够感觉到一股杀气
自身后传来：“怎么想动粗？”感受到龙晨父的气息变化，楚风回过头，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寒光。只不过令他想不到的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那龙晨父不但已经收起了自己先前的杀意，更是用一脸的隐情笑容看着自己。这当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表情控制自如，变化莫测呀。但由此也能看出，这龙晨父阴晴不定，伪装力强，是一个需要提防的阴险角色。楚风师弟，你说的这是哪里话？羽化宗已与你青木南陵已然结盟，我们乃是一家人，我们怎么会与你动粗呢？龙晨父面带笑意，一脸殷勤地说道：“周前辈跟我大哥说过，楚风师弟乃是一位难得的奇才，务必要好好相处，好好对待。”由此可以看出，周前辈对楚风师弟的重视。不过，楚风师弟却要将南陵那么多弟子都带入我羽化部，这可就真让我们为难了。而如今，你若不加入羽化部，若尘师妹也不肯加入羽化部，你说你也就罢了，毕竟是个男人，外面再苦你也能够受得了。但是若尘妹妹不一样，毕竟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子，你让她独自一人在这青木山内漂泊，实在太危险了。楚风师弟，你可要知道，这青木山的核心地带暗藏着多少凶险啊！这龙晨父表面苦口婆心，但实则阴阳怪气，听得楚风越发不爽，不由说道：“龙师兄，你这话说的不对。首先，若尘师妹是否愿意加入羽化部，是她个人的意愿，与我无关。她既然不愿意加入，就算我恐怕也帮不了你们。再者说，你既然这么关心若尘师妹，那么就算她不加入羽化部，你羽化部也完全可以庇护于她。毕竟不管你们羽化部的成员如今是多么利奥的，可当初都是由羽化宗所栽培出来的。若不是羽化宗不惜血本的精心培养，又将你们推送到此处，你们也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若尘师妹是周前辈的女儿，你们这些当师兄师姐的保护她，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你说对不对？有道理，真的很有道理。”听到楚风的这番话后，龙晨父的脸上终于挂不住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冷之气开始在其脸上浮现，很快便将他那殷勤的笑容覆盖替代。突然，他指着楚风，怒声喝道：“楚风，我龙晨父可不想听你讲狗屁大道理。既然你如此不识时务，那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羽化部真心不想收你这个青木南陵的废物，只是周前辈开口了，我们要给他老人家一个面子，不得不收你这个废物罢了。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得寸进尺，你一个人进我羽化部还不满意，竟然还想拉着青木南陵的所有废物一同加入我羽化部，你当我羽化部是什么地方？是垃圾回收站吗？龙晨父，你也给我听好了，现在不是你羽化部肯不肯收我楚风，而是我楚风不愿意加入你羽化部。”楚风冷哼一声，便大袖一挥，想要就此离去，懒得再与这种人继续费口舌。站住！见状，龙晨父突然暴喝一声，而他此话一出，他身后的众人也是纷纷一跃而起，只在瞬间便将楚风团团包围，围在了当中，并且皆是一脸的不善。楚风，看在周前辈和若尘师妹的面子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你就给我加入羽化部，再去将若尘师妹给劝回来，我就包你享受羽化部其他成员的待遇。今日你对我的不敬，我也当作没发生过，既往不咎。不过你也给我放弃让青木南陵那些废物加入我羽化部的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龙晨父脸色铁青，以一种不容置疑、绝对命令的语气指着说道：“哈哈哈哈哈！”龙晨父此话一出，楚风则是忍不住大笑起来，并且笑得前俯后仰，不亦乐乎。你笑什么？看着那捧腹大笑的楚风，龙晨父以及羽化部的众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满脸的不解，同时也是莫名的愤怒。本来我以为是我语言表达能力不行，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你领悟能力太差。龙晨父，你听不懂人话没关系，我楚风可以给你多重复几遍。突然，楚风止住笑意，指向龙晨父高声喝道：“龙晨父，你给我张开耳朵，听好了，我楚风对你羽化部没兴趣，别说让那些与我同批的21位南陵弟子加入你羽化部，就算你现在将我青木南陵的所有弟子请入你羽化部，老子也不进。”楚风的这句话字字有力，震慑人心，但听到羽化部众人的耳中，却宛如道道利刃一般刺入他们的身体，既感觉不可思议，又感觉愤怒无比。楚风，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此刻的龙晨父已是彻底暴怒了，磅礴的杀意散发而出，这方虚空都是排山倒海，剧烈抖动，那种气势简直就想将楚风撕成粉碎。然而对于此般的龙晨父，楚风不但丝毫不惧，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不屑的笑意。找死！面对楚风那不屑的笑容，龙晨父终于爆发，他单手握拳，猛然轰出，顿时一道磅礴的武力便汹涌而起，如同无形的死神一般向楚风压迫而来。见到这一幕，羽化部的人则是眉头紧皱，皆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们真的在那攻击中感觉到了浓烈的杀意。他们不确定龙晨父是不是真的要杀了楚风，若只是教训楚风一下，那也就罢了，毕竟以他羽化部的背景，教训一个小小的南陵弟子，这是小事一桩。但假如龙晨父真的杀了楚风，那可就真的摊上大事了。毕竟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是青木山的核心地带，在这里斩杀同门弟子，乃是杀头的大罪啊。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别看龙晨父很强，在整个核心地带也算是天才之流，但是他这样的攻势却还无法伤及楚风。这一刻，楚风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心中想着要给这龙晨父一些教训，所以意念转动之际，血液内的雷霆便开始滚滚翻腾，想要破体而出，形成雷霆铠甲，为楚风所用。住手！可是就在楚风准备动手反击，会一会这龙晨父之时，一道刺耳的声音突然在远处炸响。当那道声音炸响之后，远处的天际风雷阵阵，乌云滚滚，一层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息滚滚而来。
压迫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而在那股气息之下，龙尘赋的攻击就如同一阵弱小的微风遇到了凶猛的飓风一般，瞬息被吹得烟消云散，强大的可怕。在这股气息之下，哪怕是楚风也是眉头微皱，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弱小，因为他丝毫不怀疑，只要对方愿意，只是一个念头，就能凭借这股威压将他们在场的所有人碾压成粉碎，片甲不留。就算楚风也不例外。这股气息出现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尤其是羽化部的人，先前的怒容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后怕与忌惮。他们都知道是有人来了，这人多半是青木山的长老。而这一刻，在那恐怖威压传来的方向，一道渺小的身影也是缓缓浮现，并且正在踏空而来，越靠越近。这是一位老妇人，身穿金色长袍，乃是青木山核心长老的标志。而她那一头整洁的银发宛如白雪一般，与她的金色长袍如金银一样相称。这位老妇人长得真的很老，那满脸的老褶子起码活了200年，应该是与司空斋星他们同代的人物。抛开面容不谈，就连气息也是相近，由此可以看出她应该是一位半地强者。拜见谢长老。老者出现之时，那股威压已是收起，所以羽化部的众人都得以起身，赶忙施以大礼。谢长老，莫非是那位谢长老？听得谢长老3个字，楚风则是心中一动。来此之前，羽化宗的宗主曾特意告诉过楚风，他羽化宗几位在青木山内有些地位的长老，让楚风有事可以直接去找他们，因为他们都是羽化宗最忠诚的人。之前在参加夺帅之前，楚风已经见过了几位在青木山内任职的长老，但那几位却并非羽化宗在青木山的所有亲信，其中有几位在当时并没有现身，而这谢长老便是其中之一。楚风只是听闻了大名，却没有见过真人。不过现在来看，他多半就是那位谢长老了。干什么？造反吗？这位谢长老靠近后，以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眼羽化部的众人，并且最终停在了龙尘赋的身上，说道：龙尘赋，你什么时候能像你哥哥一样，多做点让羽化宗长脸的事，欺负新入门的同门弟子，你不觉得丢人吗？谢长老，这并非，您听我解释。见谢长老勃然大怒，龙尘赋赶忙站起身来，想要解释。行了，你可别解释了，你当我是瞎子吗？先前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身为青木山的核心长老，我要警告你们一句，青木山允许建分部，这是锻炼你们的交际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但绝不是让你们欺压弱小的。而作为羽化宗曾经的弟子，我更要告诉你们一句，做人不能忘本，不要忘记是谁把你们栽培出来的，别自己有了一点本事就觉得真的了不起了。周前辈，没错，你们可以这样称呼，但是在你们的心中永远不要忘记，他不仅仅是一位前辈，还是你们的宗主。你们羽化部能在这核心地带取得一席之地，真以为是靠你们自己的本事，没有我们这些来自羽化宗的老家伙撑腰，谁罩着你们？现在羽化宗与青木南陵是联盟势力，羽化部与青木南陵的弟子已是同根，你们看不起南陵的弟子，也等于看不起你们自己。还有，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羽化部还只收羽化宗的弟子呢？连青木山都在几千年前就敞开大门，无论人族还是妖兽，只要资质过关，都可以收入青木山加以培养。几千年后，你们这群小兔崽子竟然还在搞门户之见，这是越活越完蛋吗？到底长没长脑子？谢长老指着龙尘赋等人的脑门子一通训斥，而龙尘赋等人更是被说得脸色发青，连头都不敢抬。毕竟谢长老所说的句句在理，他们根本无法反驳，也不敢反驳。行了，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你们也老大不小了，道理什么的，我相信你们都懂，好自为之吧。谢长老叹息着甩了甩衣袖，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谢长老，晚辈明白您的意思，先前是晚辈糊涂，做人不该忘本，其实晚辈也未曾忘本。尽管如今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但却一直铭记自己是羽化宗的弟子。只是楚风师弟要求青木南陵那么多弟子加入我羽化部，这的确是违背了我羽化部的规矩，我做不了主啊。龙尘赋一脸委屈的道：你做不了主，那你哥哥呢？龙尘义和孟振所去哪了？谢长老问道。龙尘赋一脸的犹豫，不知如何回答。谢长老，您的好意晚辈心领了，不过现在晚辈的确不打算加入羽化部。就在这时，楚风突然开口了。楚风不傻，他能看出这谢长老是为帮他而来，但是他也能看出龙尘赋只是因为惧怕谢长老才会这么说，实际上他还是看不起他们青木南陵的弟子，还是看不起他楚风，打心眼里是不想他们加入羽化部的。楚风当初想加入羽化部，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得到一些好处，现在看来恐怕恰恰相反，所以这羽化部根本没有加入的必要了。楚风他们先前的确不对，但也是情理之中，这羽化部的确有着除了羽化宗弟子外不收其他人的规矩，所以你可切莫意气用事。谢长老开口劝道，对楚风的态度倒是和善的很，这种随和的态度让龙尘赋等人为之一惊，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谢长老可不像是这么和蔼可亲的人，可为何要对楚风这般客气？谢长老，晚辈并非意气用事，乃是真心的。楚风苦笑回道，罢了，既然如此，那你就跟我走吧，正好宗主还有些事要我转告于你。谢长老乃是过来人，从楚风的苦笑中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斟酌一番后，他也不再勉强，而是决定带着楚风离开。楚风，你当真不肯加入我羽化部？可没想到，就在这时，龙尘赋却是再度开口问道，你还要我说几遍？楚风的脸上终于涌现出了不耐烦。罢了，我羽化部本就不想收你，我挽留你只是为了让若尘妹妹加入我羽化部而已。龙尘赋说道，似是有意打击楚风，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不用重复。楚风冷笑，并不动气。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放弃加入我羽化部，绝对是你的损失。龙晨父说道。你错了，我不加入羽化部，是你们的损失。楚风回道。什么？我们的损失？听得楚风的话后，龙晨父先是一愣，随后突然大笑起来。哈哈，这可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事。哈哈哈，真是狂妄自大，愚昧无知。与此同时，羽化部的众人皆是讽刺的大笑起来，就如同真是听到了好笑的笑话一般。而对于他们此般嘲讽的笑意，楚风则是淡然一笑，不予理会，而是看向谢长老道：谢长老，我们能走了吗？走吧。谢长老点了点头，但临走之前又忍不住看了一眼那大笑的龙晨父等人，这才叹息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一脸的失望。之后，谢长老将楚风带到了一处安静无人的地带，这才停下前行的步伐。谢长老，刚刚真是多谢您了。楚风很是感激的施礼。尽管刚刚的情况，就算谢长老不出现，楚风也能应对，但是谢长老肯出面，并且还完全向着楚风说话，这却让楚风很是感动。毕竟说到底，谢长老与龙晨父他们才是一家人，楚风不过是外人而已。身为长老，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何况龙晨父他们这群小兔崽子，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也该提醒他们一下，否则早晚出乱子。谢长老摆了摆手，对于谢长老的话，楚风也是笑了笑，这才问道：谢长老，不知周前辈有何事要您转告晚辈？宗主大人并没有话要我转告于你，只是我自己有一些话想告诉你。做人切莫锋芒毕露，尤其是年轻人，做事一定要有分寸。谢长老说道。多谢前辈提醒，楚风施礼道谢。不过身为青木山的核心长老，在这里待得久了，却也发现了一些不同。谢长老补充道。不同？楚风有些疑惑。低调在其他地方也许是好事，但在这里却绝对不可以。在青木山内就是要展现自己，尤其是核心弟子，更是要拿出一些气魄。核心弟子是什么？核心弟子是青木山未来的希望，青木山未来的掌舵人都要在核心弟子之中选出。掌舵人可不会让那些只会忍气吞声、受人的弟子来担当，否则青木山非被他们带的走入下坡路不可。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锋芒莫太露，但也不能不露，至少不能任人欺辱。我看得出来，你小子不是一个受人欺负的主。没关系，在这里不用忍，该打的就打，打不过了，等能打过再打。就算打了不该打的人，也不用怕，毕竟还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呢。只要不是打了当家长老的人，不是闹出人命，我们都能帮你挡下来。那羽化部，你不想加入就不加入。宗主大人不糊涂，知道哪些兔崽子什么德行，所以没怎么细心的嘱咐过他们什么。因为宗主大人知道，就算嘱咐了，他们也未必听；就算听了，也未必有用。所以宗主大人曾特意嘱咐过我们这些老家伙，别的人可以不管，但你和若尘，我们绝对不会不管。谢长老一脸和善地说着，并且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颇为复杂，真是让周前辈费心了。这一刻，楚风的心中则是颇为感动的，一股暖流在心头萦绕着。因为羽化宗宗主这事做的还真是周全，是用心了。好了，我回去了，你也回去吧，日后做事有个分寸就行。若是有事，随时来找我。话到此处，谢长老便纵身而起，不过刚离开没多远，却又说道：对了，我本不知道你的事，是若尘那丫头告诉我，我才赶过来的。那丫头可很少这么关心人，你小子艳福不浅啊。谢长老咯咯一笑，这才长袍舞动，一阵微风吹过之际，他已消失不见，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白若尘吗？这个丫头先前头也不回，原来是去给我找帮手了。艳福不浅，那丫头对我可没兴趣，只是她明明能直接帮我应付龙尘父他们，为何要去找谢长老呢？这一刻，楚风陷入了沉思，有些想不通白若尘的意思。这还不简单，白若尘帮你，只会让龙尘父他们更恨你，但是请来那个老太太，让老太太出面，不但可以帮你解围，还可以训斥羽化部的那群废物，让他们心里有个记性，就算对你再不爽，但至少明面上也不敢对你如何了。不得不说，白若尘那丫头的心眼还是挺多的。淡淡说道：真是这样吗？若是这样，这丫头的心思还真是够缜密的。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也是恍然大悟，对白若尘也是多少有了一些佩服。此事之后，楚风本是想到白若尘府上好好谢谢白若尘，但是想到王威他们还在自己的领地，便先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只是当楚风回到自己领地之后，却发现领地的门外正徘徊一人，那人焦急的在领地之外来回走动，似是有着什么揪心的事情。而这个人竟是王威。王威师姐，你怎么在这？见状，楚风赶忙来到近前。楚风师弟，你总算回来了。而见到楚风归来，王威则是长舒了一口气，赶忙扑到楚风近前，紧紧地抓住楚风的手，就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王威师姐，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楚风发现王威已是满头大汗，满面愁容，当真是被什么事给愁坏了。张炳南和刘朝他们被人打了。王威说道。被人打了？被谁打的？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剑眉倒数，一抹怒意涌现而出。王威提起的张炳南和刘朝，楚风都认识，正是与他们一同进入青木山的弟子。虽然早就想到过来到青木山后不可能太平，早晚会出乱子，但是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毕竟他们今日才刚刚进入青木山，都刚刚入住自己的领地，如今应该都规矩的在自己的领地给奴婢安排事宜，熟悉自己的地盘才对。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被打了？莫非是有人闯入了他们的领地？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竟敢如此肆意妄为？这欺负人，当真是欺负到家了。